男人花1毛钱将清纯少女带回家，急不可耐地准备进行下一步时，女孩突然拿起旁边的平底锅，一遍又一遍地砸向男人，直到对方一动不动，女孩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出手狠辣的女人叫莉莉，她之所以变成刚才看到的那样，是因为幼年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从而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病症。同学们都说她是怪物，表面上对她故意疏远，背后又对她指指点点。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打击让莉莉越来越沉默寡言，渐渐的不愿与人交流，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的世界里，身旁只有一个洋娃娃伴她左右。渐渐的她发现，每次虐待这些洋娃娃时，内心总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。此后，除了每天日常的活动外，剩下的时间她都在研究怎样从虐待洋娃娃中获得更多的快感。看着那些被破坏掉的娃娃，她感到异常的快乐。如果能正确的引导，长大后的女孩可能不会成为悲剧。长此以往，母亲看着女儿虐待娃娃的怪异举止，非常苦恼。在朋友的举荐下，带着女儿不远万里看大夫。大夫看到莉莉怪异，也不禁满脸愁容，因为他也看不出莉莉的病因，不知该如何治疗。唯一的希望婆面领女人入赘冰窖，他不想让女儿生活在孤独的怪癖中。可随着求医问药无果，他对此事也变得没那么上心了。殊不知，莉莉的行为愈发怪异，虐待洋娃娃的行为已经不能使她满足，继而转移到了活物身上。抓捕到小动物后拦腰截断，看着它们不再动弹，久违的满足感再次填内心世界。这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去森林中抓捕动物，偶然间遇到一个女孩。正在女孩向他问话时，一只青蛙突然窜出，女孩被吓得跌入了池塘。看着对方在水中拼命呼救的模样，莉莉的脸上露出了刺激而又幸福的笑容。她不知道自己的心性再一次发生转变，她将获得快感的载体转移到了人身上，但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此后的几年，莉莉迟迟忘不掉当年看着小女孩溺亡的快感。这天发生的事，直击心灵，再次填满她内心的空虚。原来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一个男孩正趴在地上，伸手从下水道里捡东西。此情此景，莉莉不由自主地走向对方，假装好心帮忙，和身旁的男子一起掀井盖。可下一秒，他却故意松手，男孩因此当场丢了性命。经过这件事后，莉莉心中越发病态，时常幻想着让人死亡的快感。这样的心态一直持续到她成年也没有好转。成年后的莉莉越发喜欢上陌生人当场死亡的快感。为了达到目的，她每天将自己打扮得极尽妖娆，伪装成站街女出现在红灯区，故意秀出自己傲人的身材作为诱饵。很快，一个男人走上前来，莉莉当然明白对方的想法。她将男人故意带到偏僻的小道上，假装脚疼让对方背自己。不料就在男人蹲下的瞬间，突然一脚将对方踢了下去。看着男人滚落阶梯后再无声息，她心中异常的兴奋和满足。此后的日子，每晚在同一个地方都会出现她的身影，每天都会有不知情的客人前来光顾。不管男人出价多少，莉莉都会非常慷慨地满口答应，这也让男人对她失去了戒备之心。待将对方带到指定地点，她都会趁男人不注意突然动手，直到对方倒地不起，她才会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。可短暂的满足后，莉莉就会再次陷入无尽的空虚和绝望中。此时此刻，女人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只会伤害别人的机器。在这样极度的绝望中，莉莉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活着。或许是天意弄人，如果这时出现一个能够温暖她的男人，她的心性是否会得到救赎？而这天发生的事，的确让莉莉发生了一丝改变。这晚，她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大街上，无意间看到一个男人蹲坐在路边。好奇的她上前与对方搭讪，但松本并不像之前那些心思不正的男人，他非常礼貌地聆听着莉莉的心声。在得知女人还没吃晚饭，随即热情地邀请她一起共进晚餐。松本的绅士大方，让莉莉第一次感受到了男人的魅力，而松本也对眼前的女孩产生了极大兴趣。此后，男人每晚上都在同一个地点等待莉莉，和她一起共进晚餐。时间一久，彼此都对对方产生了情愫，很快两人就自然地生活在了一起。但令莉莉没想到的是，男友始终有一件事无法释怀。原来，年少时为帮助男孩从井盖下逃生，中途突然体力不支，导致对方不幸去世。这件事过后成为了松本心中的梦魇，即便他主动承担所有过错，将父亲遗留给自己的遗产变卖，补偿男孩一家。他依旧忘不掉男孩当时血淋淋的样子，压抑心中长久的秘密有了倾诉对象。一吐为快的松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莉莉就是当年那场事故的始作俑者。这晚过后，他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了松本变成如今这样。逐渐的，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就在反思与伤心之际，他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。
本以为松本会抛弃自己，没想到男人却承担起了责任，并且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请求。丽丽被其真挚的感情打动，答应了求婚。为了让她好好养胎，两人特意搬到了乡下的村庄生活。10个月很快过去，丽丽也成功诞下一位男婴，一家3口就这样幸福快乐地过着美好而幸福的生活。或许毁灭与拯救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堕落中的生命被赎罪的初衷。按下暂停键，因为此时出现了积极向上的爱。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。一名陌生男子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家门口，直到走近了，丽丽才在心中暗道不好。原来对方知道丽丽此前行凶的全过程，因为对女人垂涎已久，又经过多方打听来到了丽丽的面前，故意说出当晚的血腥而又残忍的场景，借此威胁她和自己去酒店开房。为了保守秘密，也同时为了以绝后患，丽丽再次出手，便又是一起杀人抛尸案。接二连三的事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，同时丽丽也遭到怀疑被叫去问话。女人心中显得异常的不安，而多年以来积压的愧疚，同时令她无比绝望。每每想起曾经的事情，她觉得无颜面对松本，准备投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关键时刻，松本突然出现救下了她，与此同时也得知了她所有的秘密。松本没想到自己深爱的女人竟如恶魔般，视人命如草芥，甚至还是害自己进监狱的始作俑者。得知真相，松本无比的痛苦和煎熬，他不知道该怎样和丽丽继续生活下去。女人为了他不再延续痛苦，同时也为两人的孽缘画上句号。从医院醒来后，丽丽再次选择自杀，没想到这次松本却选择尊重她的想法。随即两人来到一座人迹罕至的桥上，男人心痛而又缓慢地将药丸塞进丽丽的口中，随后又将重物系在丽丽的手腕上，想要以此结束她的罪孽。可就在丽丽起身跳桥之际，男人决绝而又坚定的心还是松动了，他急忙转身抱住了将要跳下去的妻子，随后把自己这些年的所有积蓄交给了对方，让丽丽离开这里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自己的视线内。两人的关系算是自此走向总结。她头也不回地开车离去，看着丈夫离去的背影，丽丽心中异常痛苦，也同时后悔起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。这部电影让我感动的地方，就是松本对丽丽的真挚而又纯净的感情。果然爱是永恒的，它是被救赎的最大力量。故事的最后，他要在悔恨中过完一生，算是对前半生的赎罪。这部电影向我们讲述一个变态而又唯美的故事，它告诉我们父母在孩子幼年时候一定要给予最正确的价值观引导，不然很可能会出现电影中类似的场景。我们不知道丽丽今后的生活到底如何，但从她结尾痛苦的哭声中不难看出，余生的救赎之路将会异常的艰难。人生无常，循环往复，一如童年虐待洋娃娃时内心的挣扎输给了心理上变态般的满足。当年种下的因结出了如今的果，虽说丈夫的爱让她最终战胜了病态心理，往后的余生内心却需要在忏悔中苦熬度过。